冰箱锁卧室，咱俩上班不在，我妈饿了吃啥？吃她的阿治家龟。在与人相处中，人们往往会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出来，让大家对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印象。那在感情中亦是如此，想要吸引对方，那就要展现出自己的优点，把自己的长处展现出来，让对方对自己产生好感。在这之中就会容易出现问题，因为这样维持的表象很容易在之后暴露出来，成为两人之间的矛盾。还有就是在交往过程中，发现另一半身上的不足和缺点时，可以提议让对方做出改变，但是还是一直执迷不悟，一直不悔改，那就要考虑一下这段感情到底要不要再继续下去。不该抱着对方一定会改的想法和他继续相处下去，有很大的可能性他这一辈子都没办法改掉，那还要继续和这样的人再相伴一生吗？婆婆在夫妻之间往往是问题爆发的一大要素。作为婆婆要宽容要包容，不要太过于苛刻和计较，不要总是看儿媳不满意，因为过日子的毕竟还是自己的儿子，只要自己孩子幸福了就可以。不要总是过多的干涉，让夫妻之间吵架对于婆婆自己来说也没有多大的好处，多退让一步也不会吃多大的亏。01一见钟情，交往结婚。唐玲在见到张敏的第一时间就喜欢上了他，两人是在一个工厂里上班，张敏是在唐玲之后进厂工作的新人，唐玲很久没有这么心动过了。看到张敏后，他就下定决心要追求张敏。张敏不是那种很外向的女生，见到不认识的人不太爱说话。张敏也没有想到过来上班的第一个星期，就受到了男生的追求，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，也就导致在唐玲想和张敏见面的时候，张敏总是躲着他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张敏也开始接受了唐玲的存在，两人开始在一起吃饭，一起上下班，总是两人的身影总是成双成对地出现。张敏也对唐玲颇有好感，所以在唐玲再一次跟张敏告白的时候，张敏没有多想就答应了。在交往的时候，唐玲对张敏真的很好，看到什么好的东西都会想着张敏，张敏想要什么，唐玲都会尽力满足。两人刚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对方什么都好，当然两人之间肯定会有一矛盾。唐玲爱喝酒，动不动就想着出去和朋友喝一杯，经常喝得自己不省人事。还有一次唐玲把自己喝进了医院，张敏看着又心疼又生气，他叫唐玲以后不要再喝了，每次唐玲都是嘴上答应，到后来该去喝酒还是喝。而张敏在一些事情上比较执拗固执，唐玲如果不按照张敏的话去做，张敏就会发脾气。但是两人的感情还是要相互磨合的，也就是这样，两人还是选择了结婚，和对方一直生活在一起。02丈夫无责任无主见。可是在结婚后，张敏和唐玲之间的矛盾才真正的开始升华。两人结婚后，本以为会让彼此之间的问题慢慢磨合好，可是事实并不尽如人意。张敏的婆婆说到底对她还是有一些不满意的，她觉得张敏的学历出身不高，不是很能看得上张敏，所以对张敏更是有很多的怨言。但是婆婆当着张敏的面什么话都不说，是一副好婆婆的形象，但是却总是在背后挑张敏的毛病。唐玲就很容易听婆婆的话，无论婆婆说了什么，她就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找到张敏，跟张敏大吵一架。
张敏每次都觉得唐玲的火发得莫名其妙的，让人很摸不着头脑。张敏很不想理会唐玲，但是无奈之下，唐玲有的时候很是过分，就让张敏无法忍受。并且唐玲修身东西都修不好，在家里干活的时候总是会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，但是每次没做好，张敏说唐玲几句，他就不高兴，会发脾气，还总是说这东西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的，能用成这样，这能修好吗？只会一味地推卸责任，并且也不会主动的去帮张敏干活，都是要张敏强迫。在一些事情做决定的时候，唐玲都不能自己做决定。唐玲还有一个哥哥，在遇到工作上的苦难时，唐玲基本不会思考，就直接打电话给他的哥哥，这让张敏很是看不上唐玲这一点。03发生矛盾制定家规，听说你跟我妈说话态度不好，买个东西还让我妈给你钱。唐玲这次很气愤地找到张敏，还没走进家门就大吵起来。张敏似乎已经习惯了唐玲的莫名其妙，很淡定地对着唐玲说：“我没有让他给我，我当时没有零钱了，就找妈借了一点，我之后就还给他了，他没有跟你说吗？”唐玲听完这话也支支吾吾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反正我妈说了，咱家以后各花各的，新定一个二制家规，以后咱们两家互不干涉。你家这样有意思吗？那我结婚还干嘛？什么都能自己来。”张敏直问唐玲，唐玲默不作声，这也让张敏心中的火没有地方发。可是在这之后，唐玲真的实行了二制，她每天在单位食堂吃饭，家里的菜也都是张敏一人来花销。张敏刚开始很是气愤，但是到后来也慢慢地习惯，只不过这日子过得，不知道为什么过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了。04婆婆来家里饿肚子养老，唐玲这次回来，跟张敏说道：“妈要来咱们家住，现在我妈年纪大了，自己一个人我不放心，明天我就把妈接过来。那你这也没有问过我的意思，咱俩现在真的像夫妻吗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张敏反问唐玲：“反正我妈说她要来，准备准备吧。”唐玲回避了张敏的问题，说完婆婆要来，唐玲就自己回房间里了。张敏冷笑了一下，内心气愤，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。第二天婆婆来了，在家里住了一晚，家里的氛围还是很僵硬。之后张敏就把冰箱推到了自己的卧室，并且还锁上了门。听到动静的唐玲跑出来看发生了什么，看到张敏把冰箱搬走，没有忍住发问：“冰箱锁卧室，咱俩上班不在，我妈饿了吃啥？”张敏把门锁好，跟唐玲说：“吃她的二制家规，咱们不是各花各的吗？冰箱里的东西都是我买的，要是想吃就自己去买。我这边不做大善事，你现在什么都要跟我算清楚，水费电费更是算得一分不差。现在婆婆来了，这个规矩就不执行了。既然是她说的，那请大家都履行。”说完，张敏就去上班了。唐玲这几天一直都让张敏把冰箱搬出来，不要太较真儿，但是张敏就是不松口。实在没有办法的唐玲只好带着婆婆回到老房子里，每天照顾婆婆的生活，开始了和张敏分居的生活。二制的方式可以用在不熟的陌生人之间，可以用在朋友之间，甚至可以用在情侣之间，但是万万不可用在婚姻之中。因为结婚后，夫妻双方其实就是一体的了，
两人要在一起面对问题，要在一起承担责任，而不是在一些事情上斤斤计较，什么都要算清楚。那这样和一个合租室友过日子有什么区别？一个人要有自己的主见，不要什么事情在决定之前都想着有人过来帮自己。没有人能一辈子陪在自己的身边，关键还是要靠自己。有的时候要自信一点，相信自己没有其他人的帮助也能做好。人们在相互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，一定要擦亮自己眼睛，不要太过于着急，等结婚之后再看清楚他的本质时，那就都晚了。一个人的行为习惯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一定要细心观察，因为是挑选以后要和自己生活一辈子的人。那么两人之间思维方式和观念的相似，决定着之后婚姻的幸福程度。